好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1月16号，在这个视频里，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个社会学观点，那就是为什么会成长为同性恋。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怎么逐步发展，然后再生孩子的。首先，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呢，他们要相互认识，认识了之后相互了解，如果觉得合适，就会谈恋爱，谈恋爱一段时间，如果觉得能够契合，就会结婚，结婚之后就会顺其自然的生孩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结构出现，那就是一个基本的家庭结构。父母子这样的一个三角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是父亲，右下角是母亲，上面的话是孩子。这是费孝通在他的《生育制度》这一本书当中提出的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也就是家庭。当然，在大多数的社会或者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一夫一妻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家庭结构三角。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一些地区或者是一些部落、部族里边有一夫多妻制，或者是有一妻多夫、多夫多妻制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这些情况的话是比较少数的。我们全世界、全球的话，大多数情况还是一夫一妻制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聊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在这样的一个三角结构里生长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人？那就是单亲家庭。可能有的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后来因为一些种种原因，可能离婚了，也或者是生病去世了等等其他一系列原因，就导致了这些儿童的话，他会在单亲家庭里生长。单亲家庭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只会跟着父亲或者是跟着母亲长期的生活，他的童年或者是他的生长环境里就会缺乏一位父亲或者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专业知识，包括语文、数学、外语，我们在学校里都会有老师，会有书本，会有学校来教给我们。但是做父母的话，其实大家都是生平第一次来做父母，唯独这个事情是没有人来手把手教你的，没有人来传授给你这种专业的知识。所以做父母做的怎么样啊？全凭当事人他自己的一个修为、一个造化。有一个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其实我们现在来反观这一句话，觉得他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童年缺乏关爱、缺乏父亲或者是母亲关爱的人，他的生长环境里，他的童年缺乏这样东西，他就会在以后的将来，在他的恋爱关系里去弥补，在他的婚姻关系里去弥补他童年的缺失。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小孩子，他是跟着他的母亲一起生活的，那么这个家庭他就会缺父爱，他就从小没有得到来自父亲的关爱。这个缺父爱的小孩子，他在长大之后，在他的恋爱关系里，他就会潜在的会去寻找这样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心中所想象的父亲这样一位角色，来弥补他童年的一个损失。他可能大概率会去找一位类似于能给他父亲这样安全感的这样一个角色或者伴侣来谈恋爱、来结婚。这样子的话，这个家庭里缺父爱的小男孩，最终就大概率变成了一个男同性恋。如果这个家庭里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她缺父爱，那么她在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谈婚论嫁或者是谈恋爱的年龄，她就会去找一个类似于她父亲这样的角色，她可能会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能给她安全感，能给她这样父亲这样一样关怀的一个人来作为她的一个潜在的伴侣。如果说这个家庭是缺母爱的话，假设他是跟着他的父亲一起生活的，这个家庭里的这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子，那么他在长大了之后，他就会去在恋爱关系里寻找一个类似于他心中所想象的母亲这样一位角色来谈恋爱，来弥补他童年他成长环境当中对于母爱的一种缺失。如果这个家庭里缺母爱的这个家庭生的是一个小男孩子，
那么他长大了，在他的恋爱年纪里，在他的婚姻年纪里，他可能就会去寻找一个类似于他母亲这样的一位角色，就是他心中所想象的、所创造的这位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来给他童年缺乏的关爱。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的生长环境，包括他的原生家庭、童年，其实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咱们这位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所以，童年缺乏关爱，在他的原生家庭里缺乏父亲或者是母亲关爱的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在长大之后，有很高的概率会成为同性恋，会成为男同性恋或者是女同性恋。当然，这只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大概率他会这样发展，不排除会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小孩子的一个成长环境，他的童年对他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会影响他未来的一个人格的塑造，会影响他人格他的一些三观的一个健全、一个健康程度。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即将成为父母的那些观众，或者是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成为父母的观众啊，能够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给他们提供一个健康幸福的生长环境。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觉得有讲的不够妥帖的地方，欢迎大家留言指正。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